大家好，我是美食姐姐。今天我们一起来做鲜虾西葫芦饺子，希望大家喜欢。我们先来和面。我用了4杯的面粉，适合4到5人吃。为了让饺子皮更有韧劲儿、好吃，不容易煮破，我加了1个鸡蛋和少许的盐。好，我开始用搅面机做面团。慢慢的加入温水，加水量应该是面粉的1/2。4杯面粉应该加大约2杯的温水，这2杯的量还应该包括我们加入的1个鸡蛋。水一定要慢慢的加，和出来的面团就非常的理想，失败会是非常难的一件事情。用手和面也是同样的道理。形成面团后，我们先不用担心面团还不够光滑，我们先给它盖起来，给它足够的时间松弛面筋。20分钟以后，我们再给它揉一下，大约揉2分钟就好，时间不用太长。我建议大家水饺面最好提前1个小时给它和起来，这样做出来的饺子皮才有韧性，不容易破。好，揉了大约2分钟了，我们再给它盖起来，让它休息在那儿，继续的松弛面筋。好，面团准备好了，我们还需要准备的食材是鸡葫芦、处理好的鲜虾、鸡蛋、香葱、姜。我还准备了少许的虾皮儿，虾皮儿不但可以提鲜，还可以补钙，把它们提前用水洗净，控干水分。少许的黑木耳，我们需要提前把黑木耳用温水浸泡，然后用水洗净，最后用开水焯一下备用。现在我们需要把这些食材处理一下。我们需要把青葱切成细细的碎末，把姜也要剁成碎末。好，收到盘里放一边备用。把大虾切成小块，先把西葫芦擦成细丝，用刀粗略地剁一下，把它们收到碗中，放上少许的盐，用手轻轻地抓一下，杀一下它们多余的水分。好，放在一边备用。把黑木耳也要切成碎末。黑木耳营养非常的丰富，每天吃点黑木耳，不但可以润肺补脑、补血活血，还能清理肠胃，对我们的健康有很多的好处。把鸡蛋打入碗中，加入少许的盐，把它们打散。这样就行了。开火，锅中倒入半杯的油。当油热了以后，倒入鸡蛋，快速的翻炒几下。当鸡蛋凝固了以后，就可以关火了。鸡蛋要尽量炒得嫩一些，
鸡蛋炒老了，吃起来会发硬，口感上会差一些。用锅铲把鸡蛋切成小块，装到盘里放凉备用。锅中再倒入半杯的油，放入少许的花椒，用小火炒香。等花椒的香味出来以后，用漏勺将花椒粒取出来，然后放入葱姜末炒香。做大虾西葫芦饺子，这一步是不可缺少的。用这种炒制的油拌馅儿，不但可以增香，而且还可以去腥。当葱花姜炒出香味后，颜色也变成这种微微的金黄色时，就可以关火了。好，我们现在开始拌馅儿。放入鸡蛋、黑木耳、虾块、虾皮、我们的西葫芦因为水分很大，所以在放入盆中之前，我们需要把多余的水分挤掉。好，现在西葫芦已经挤干水分，放入盆中，然后放入已经放凉的我们特制的油，根据自己的口味放入少许的盐，然后给它搅拌一下，少许的糖提鲜，它们搅拌均匀。我们的水饺馅儿就准备好了。下一步，我们准备包饺子。面板上撒上少许的干面粉，以防止粘连。把我们的面团取出来，面筋已经松弛的非常的柔软，非常的容易揉了。只要稍微的揉几下，面团就非常的光滑。为了硬起来方便，我用刀把它切成几块，留下一块。其余几块临时不用的，给它收起来盖好，以防止外皮干裂。把这块面团搓成细细的长条，然后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撒上干面粉，以防止粘连。把每个剂子用手掌心压扁，尽量压得圆一些。用擀饼杖把它擀成圆形，擀得快慢没关系，重要的是要擀得中间厚，边缘薄，这样包的水饺才不容易破。好，我们开始包饺子。取一些馅料放在皮的中央，用2个拇指一捏，一个面包饺子就好了。水饺有好多的包法，但这种包法口感是最好的，因为这种包法装馅最多，豆子是鼓鼓的，并且水饺皮边缘是捏紧的，不用拿褶，所以吃起来口感最好。好，我把剩下的这些饺子包完，然后我们就准备下水饺。好，所有的饺子我已经包完了，可以下水饺了。锅中放入大量的清水，开大火，
当水开了以后，轻轻地放入我们的饺子，一次不要放入太多，给饺子一个足够的空间，这样不容易煮破。放入饺子后，要马上用勺子顺着锅边搅动一下水，让饺子借着水流转动起来，这样可以避免饺子粘在锅底。盖好锅盖，因为馅儿基本上是熟的，我们给它煮3分钟就好。中间要给它再搅动几次。煮饺子时，人千万不要走开哦。好，3分钟到了，我们的饺子可以出锅了。盛饺子时要尽量抖动掉多余的水分，这样吃起来饺子才够干爽。好，热气腾腾的饺子可以上桌了，让我们家的美食家来鉴定一下。非常的好吃，非常的鲜美。老公说这饺子最大的特点就一个字：鲜。好，今天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，谢谢大家的收看，欢迎评论和点赞，我们下次再见。